哎，我今天跟你们唠唠这个外国赘婿和我家长辈真实的相处模式吧。咱先说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捧臭脚，不会拍马屁。比如我爸毛笔字写得好，老在家里练字儿。我大胖媳妇看不懂，不但不夸，还老在旁边捣乱。我爸从右往左写的国泰民安，他从左往右看的安。我爸写了个知足常乐，他拿个字典查了一下啥意思。我也可以。哎呦我的妈！我爸写了个上下5000年，我也可以。这还不算啥，前几天我爸突然想看香山红叶，我们一家几口人就去爬香山去了。到了香山，那个晒呀，给雪人都快晒化了。然后大胖媳妇就越爬越疑惑，就问我爸说：“爸，咱到底来看啥来了？”我爸说：“你看这满山的是啥呀？”我老公说：“人呢？你来领我看人来了。”我爸说：“咱们一直在看的是枫叶呀，你们加拿大也有枫叶。”我老公说：“我们加拿大也没有啥别的叶啊。”我爸说：“那你看过枫叶是红的吗？”我老公说：“那你看过我们的国旗吗？我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了中国看枫叶，还不如看人呢，看人呢。”我爸这时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我老公还补刀：“哎爸，你那什么，你当年不是铁岭高考的地理状元吗？你们铁岭高考只考铁岭地理呀？”我说这事我教过你，当时在铁岭的时候，我妈写了个7言绝句，你当时说你不会夸，听不懂，记不住，我教的你。拍马屁，拍马屁，领导写诗不用记，他到韵脚你提气，夸完格局夸立意嘛，你不当时学会了吗？他说那是拍马屁，现在是属于拍霸屁，理论上不是一个拍法。我说是老人就得拍，遇到长辈拍一拍。他说那这个词儿设计的就有问题，也不是拍马屁，也不是拍霸屁。这种虚伪的社交方式应该叫拍老屁，拍老屁。但是我爸就要继续爬，我老公说：“哎妈，太晒了，你去让老丈人回家。再说你不怕晒黑吗？明天连涂带抹喝老贵，暴晒一天整7岁。”我说我不怕呀，我有克莱因维 C 精华。你们看我上次出去玩回来晒啥样了？评论区全过来说我展示黄种人能有多黄。但是我不生气，我今天把脸连整了2支，肤色又回来了。7天连用3支，因为没有涂脖子，现在脸和脖子不一个色儿。它就是确实是不便宜，不过呢贵也有贵的道理，也确实没有平替有它这个成分。它是法国制药大厂出身，就药都能做，护肤品就是轻松拿捏，所以很难做到的浓度它也做到了。而且它是独立刺抛，每次用的时候都是新鲜的。前面说的都是缺点，咱说他呢也是关心老人，他有他的方式哄老人开心，但就是他的方式呢有点费老人。我姥81了，被我老公偷偷约出去4次吃冰激凌。我爷也81，这2年老了稍微有点忧郁。我老公去铁岭狗市给我爷买了一条袖珍萨摩，想勾引他没事出去遛狗晒晒太阳。但是这只花了450买的袖珍萨摩呢，它是个假货，承诺的是袖珍萨摩可装袋，结果半年长到了1.2米。我爷根本拽不住这狗，经常被这狗拉趴里。现在就是袖珍萨摩遛我爷，我爷出门穿钉鞋，所以说81是道坎儿，是有讲究的。然后前几天又轮到我爸了，我老公要和几个外国朋友去露营，非要带我爸。我爸说我60了，折腾不动了。我老公说老丈人你得要点强啊，老丈人60折腾不动。我爷79那年换了3个女朋友，葬礼上前女友来一车，组团来的。你60只能是中年人，我现在属于青春期。然后就非让我爸去嘛，我爸以为露营是个多高端的事儿呢，最后就去了。结果到了地方没有饭吃，自己生活，钻木取暖，露天厕所。晚上我们一群人在寒风中套着军大衣，瑟瑟发抖，等着面前还没有烤熟的土豆子。我爸就问他咱们干啥来了？我老公说吃苦啊，你以前吃过吗？我爸说也没吃过别的呀。你领我来吃苦，就好比我领你去看枫叶。枫叶那玩意儿，你小时候天天看，苦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天天吃。我过了19年这样的苦日子，读书给我改变的命运，现在因为你这个独子又都改回来了，又都改回来了。哎，你知道外国人在送礼这个事儿上跟咱有啥区别不？你能猜到我这个加拿大大胖媳妇儿第一次来我奶家送的伴手礼是啥不？卫生纸。熟悉我的粉丝可能还记得哈，我这个大胖媳妇儿在俺俩谈恋爱的初期，为了省钱，买花的时候挑的是火葬场门口的一个没有门脸的小花店，她没看懂，结果不明不白的送了我1个月的黄菊花嘛。花店的老板一直以为他在悼念亡妻呢，结果有一次我突然造访花店，给老板脸吓成了紫罗兰的颜色嘛。这个事儿的根本原因呢，首先那肯定是我老公这个人太抠了，不咋地。还有个原因就是外国人整体来讲对送礼这个事儿的观念过于务实。哎，我老公根本心里头他就不认这个送鲜花这个事儿，他觉得没有实际意义。咱们对于他们这个浪漫的构想其实有的时候是被西方电影给迷糊了。哎呀，人鬼情未了，你跳我也跳，闻香识女人，阿甘不睡觉，这都是文艺作品产生的幻影。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过生日，我和我大胖媳妇去找他玩去，完正好当时有个男生追他，哎呀，在楼下就放烟花呀，哎呀，老浪漫了，噼里啪啦的。当时我就跟我老公感叹吧，哎呀，真美，真浪漫哈！因为下个月就是我生日，我不得做好这个铺垫和培养吗？我老公当时就说，这得花多少钱？叮咣崩了巴拉点儿。
我说我估计得几千。我老公说的，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儿，这不叫浪漫。当时我寻思，那可能他下个月有他自己的想法呗，可能更有新意。完第2个月不就我生日吗？哎，我还记着那一整天呢，我翘首盼望一整天，就等着回家拆我的 surprise 嘛。结果回家的时候，大厅中间放一大纸盒子，我一拆开是个马勺。我当时那种失望哈，就是我是对人性的失望。完我大胖媳妇老兴奋了，就非得逼着我当场颠勺，就说这个马勺，我天天做饭，这个马勺比上一个轻。哎，这礼物选的还打折，多好！这比好几千块钱买股烟强不强？这就是他的思路，就是送的礼物得讲实用，你得用。所以当初他第一次来我奶家之前，我说你先去超市买点就是烟酒类的传统礼品呗。人来的时候啥也没拿，人家理由老充分了，跟我说的，你爷不都快80了吗？怎么烟酒还这么猛呢？你还让我买双数的，你让我看看这老头啥样，不行我劝劝他，就这个钱咱换给他买双冰刀鞋，我领老头滑冰去。我说我爷都70多岁了，你给他买双冰刀鞋就一定比烟酒安全吗？我说还有一点你不懂，就是我们这个礼物啊，有的时候它就像一个流通货币，就你送的这个礼物呢，不一定非要给你送的这个人用。我老公就不懂，就是那我给你爷的礼物他不用谁用呢？我说那我爷还想给我爸呢。我老公就更不懂了，那给你爸我为啥不直接给你爸买呢？那你早说给你爷就是给你爸呀，人家我不想给你爸买冰刀鞋，我要给你爸买止鼾呼吸器。你看你爸5岁的时候那呼噜打的，嚎醒了一整条街的狗，整个铁岭新区的犬界都顶废了。反正我老公第一次来真是空手来的，啥也没带，也有点尴尬。但是呢，他确实会观察你缺啥，完根据你缺啥买。比如说我爷我奶他家那旧电饭锅内胆坏了，我老公要给他俩换，还怕他俩不换，所以他不是大胖子吗？啪嚓一下一屁股坐我奶家电饭锅里头，给电饭锅做约过了。那我爷我奶换了，还带的啥呢？挺扎眼的，5大包卫生纸。就我老公认为我爷我奶太节俭了，不知道搁哪儿买的卫生纸，就属于工业用纸吧，就可以刮痧用。完后来把他家卫生纸纸抽就都给换了，换的柔软的。彩玲和大胖媳妇跟大伙推荐无染的这款纸巾，4D 空气立体印花。这个花吧，印上之后确实比没印花的更软，特别舒服，柔韧又亲肤。这纸抽呢是4层加厚的，加倍吸水还不害破，也不掉絮。材质是竹纤维的，可以抗菌抑菌。本色不漂白，无添加无荧光，还环保还安全，所以孕妇小孩都不用担心。就是到现在哈，我和我老公在送礼这个问题上文化差异也是很大的，但这也无所谓，不是说啥事儿非得就谁对谁错。他非得送这个卫生纸和纸抽呢，就看起来的确是很奇特很迥异，但是他背后这个思路我是认可的，就是生活的舒适感哈，得是靠细节提高的。哎，你们见过外国人砍价吗？我大胖媳妇去市场砍价，被砍的老板都替她着急。在铁岭，她跟我妈一起去贸易城农贸市场买毛裤，老板开价398，大胖媳妇憋了3分钟，裤子都憋湿了，说378。老板也懵了，这老外好像是懂砍价文化，但是不多。我妈一看给他扒拉一边了，贵，一边待着，80卖卖。老板一听放松了下来。哎，大姐，你这么砍我就放心了。我刚还以为你领个外国记者来拍真人秀呢。我老公惊了，居然替老板反砍我妈。人家成本下不来的，一条毛裤80 is not okay。我妈说，我看你像加拿大派来的大窝囊废，大窝囊废。我妈说你这胳膊肘子老往外拐呢。我老公说往里一拐，那不脑血栓吗？然后老板说，姐，你诚心买，我诚心卖，你看这样。我妈不由分说，拉着我俩就走。这一面我告诉你，砍价这个事儿就2步：一，出价就是对方要价的1/5；二，看对方急没急眼，急眼了就说明底线被掏了，没急眼就说明你给价给高了。你看老板乐呵的，那就是给高了。然后老板就开始往回叫俺。3分钟之后，我妈100块钱买了2条。那一刻，我老公的3观崩塌了。那一刻，他觉得他丈母娘赐予他的不是毛裤，而是从此他行走江湖需要的一双腿。虽然他线下是社恐，不会讲价，一到线上社牛，学到那点知识点，激情四射。第一次进直播间就把功力用错地方。人家直播间美女说：“老铁们，来扣个1，我给你们谈到了价格，以后29块9秒杀。”我老公看着屏幕也不秒杀，开始算。丈母娘的教诲萦绕耳边呢，29块9等于30，然后我只给1/5，30除以5，算了1分钟，最后在直播间打个4块钱。我刚开始还看不出来他是口算还是心算，后来证明了是珠算，是珠算。我说直播间是不砍价的，再说为什么是4块钱呢？他说30除以5吗？等于4吗？我说文30除以5不是6，而是4啊。他说文我不是老外，而是老铁呀。反正占便宜这事属于他终生所好吧。但是大家都知道，占便宜这个领域，我婆婆才是鼻祖。但是鼻祖居然到现在都不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为他而生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双11。前几天我婆婆给我老公推荐了一个什么生发膏，我老公说：“我先收藏先不买，因为Double 11更便宜。”
我婆婆说，儿子，你这你是退化了吧？最便宜的不是7-Eleven吗？7-Eleven吗？然后大胖媳妇就开始文化输出了，然后温迪就疯了。他们娘俩跨着16个时区，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轮着比价。我让我老公给我爸买瓶好酒，我让他搜的是贵州特产茅台酒。我老公这边拼命比呀，我婆婆那边也加入了。第二天早上我一醒来，27条我婆婆的未读短信，说她找到了全网最低价，39块钱4瓶。我说就是铁岭茅台也不至于这个价，你搜的是贵州特产吗？我打开链接一看，还真委屈他了。人搜的时候贵州特产还在，但搜索过程中茅台丢了。我婆婆替我搜到了全网最便宜的老干妈，但确实是贵州特产。我妈看见我大胖媳妇和他妈这样都快疯了，就很不理解。我妈说：“你说我线下讲价就完事儿了，咱咔雷厉风行。你说你俩搭了一整天时间，挣个25块钱，你干点啥不好呢？时间就是金钱。”我大胖媳妇早有词。时间就是金钱，但金钱就是金钱。我有的是时间，但是我没有钱。你说我除了工作以外也很难打工赚外快。辅导英语行业颓废了，开网约车驾照错位了。你别老画那个时间的饼啊 ，time 可能造妈咪，也可能不造。我30多年的 time 就没造出很多妈咪，只造成了毛发变细。妈咪也没3地方，只造成了脂肪肝。我是觉得吧，赚钱不容易，花点时间省钱这个事儿没有毛病。但主要是现在是购物网站的优惠方式，凑单满减膨胀金太难算了。反正就以我这数学水平，最后就是时间也没了，钱也没省多少。所以我觉得省钱还得是东北大妈，她丈母娘除了1/5法，还有淘特兜底法，比来比去还是淘特便宜。想买啥直接就买，搜索的商品只要看到机构表，直接下单就是便宜，还有机会赢免单。双11期间省时又省金，这个 APP 属于实金。哎呦我的妈！省钱比价谁更强？淘特的广告怎么样？